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怎么样把这个 QCNN 的任务把它给完成来，我们看前面呢已经把这个该做的几个动作已经先跟大家介绍了，然后呢也跟大家讲说这个资料集呢如何去做整理啊。我们这里讲的资料集整理跟我们原本讲的资料集的那个整理有点意思不太一样了。我们以前的资料集的整理是尽量收集越多的资料去清洗完毕之后呢，让我们可以好好去做使用。可是我们现在资料集的整理指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量子位元数量不够，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去调整我们资料集的特征资料例如说 NISP 它是2828784嘛，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确定我们的量子位元要使用16个量子位元，所以我们把784的资料呢压成16个特征资料才有办法下去做使用。好，前面那段讲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去设计我们这个量子电路了那在这里面的做法呢，基本上就是首先呢，我们准备好我们16个量子位元，这其实前面也介绍过了，准备好16个量子位元，然后呢，把我们的量子的电路把它建立起来。接下来呢，为了要让我们在这个视觉上面呢比较容易去标示它，所以我们使用这个 Q0 这个名称。然后准备16个准备16个，所以它叫 Q0、Q1、Q2、Q3、Q4， 我们这里把它 print 出来，在这里可以看到 Q0 到 Q15，总共16个。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在上面呢去加入我们参数化的量子闸怎么去做就是在量子电路里面呢，透过 CNRQ 的 RY 把我们的这个符号以及把我们的这个量子全部把它加上去加完之后，我们有设计一个观测这个观测不在电路上面这个观测不在电路上面然后呢，我们这个观测是在 CNRQ 的这个 0 上面，然后把这个 Q bit 放进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显示一下我们这个量子电路了那当你的模型设计完之后啦，其实它不一定效果很好不一定效果很好，但是效果到底好不好？在目前，如果说根据我们之前经验我们的讲法可能是它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一样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变成说它可能有各种可能性下去做尝试好，那像我们这边呢，我们提出一个尝试改善量子电路模型那也是一样，我们使用16个量子位元，然后呢，怎么样去改善它？我们加入更多的这个参数化的这个符号，也就是说，我们使用了更多的这个量子闸，然后去标我们从这个 Q0 标32个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做法呢是让我们目前的量子电路在后面去加上我们的这个量子位元，一个一个把它加上去。可是呢，总共会有32个总共应该说我们量子位元是16个，用16个去加32个位元的资料，然后呢，在每个量子位元上面去施加我们的 Y 旋转就是 Y 轴的旋转以及 X 轴的旋转同时动用2个。我们刚刚原本只动一个嘛，我们只动这个 Y 的部分我们现在连这个 X 都把它动下去好。然后那个地方我们有做一些调整说如果说它不是最后一个量子位元的话，我们就去增加一个量子化的这个量子位元的闸例如说我们一个这个 Z 闸下去做控制。好，那最后当然我们去做一些观测所以上面的那一个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一个呢，它是我们比较熟悉也比较简单的量子电路模型。下面这个呢，它会比较复杂比较复杂的这个电路模型基本上都可以参考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是说哪个比较差哪一个效果比较好，或是哪一个比较有成效的话，可能都要下去试看看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如果说你的量子资料已经准备好了，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使用 TFQ 使用 TFQ 把你的资料转换到量子资料上面例如说我们资料是 X training 嘛然后把 X training 呢经过这个量子电路把它全部转换成我们要的量子资料，变成我们这个 Q training， 变成我们 Q training。然后我们的 Q 圈里呢，因为我们前面的准备是因为我们去做资料缩减，所以现在只剩5000笔。我们是让我们这个资料处理的速度更快，可是实际上在真正训练上面，我们还是期望资料量越多越好，越多越好。那接下来呢，电路设计好了，怎么样让我们的类神经网络搭配这个量子电路下去做运作？也是一样使用 TensorFlow Keras 的 Screenshot， 我们把我们序列的神经网络先把它建构起来。接下来我们先设计好我们的 input， 我们 input 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在 Keras 的这个 layer 层里面把 input 把它指定出来，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是指定它是一个字串 ，input 是字串它不是资料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资料，而是它字串。那字串表示的是什么？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资料集转换成量子资料集，量子资料集里面其实是2进位资料，可是它2进位资料是用字串下去做表示，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是 TF string。把资料把它送进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从 TFQ 的这个 layers 去加我们的这个 PQC 就是我们参数化的量子电路，然后把我们量子电路指定放进来，以及把我们这个观测也把它给放进来。好，在这个地方呢，它会做的事情就是
这个模型它 ready 好了之后，它会直接从我们的这个量子的资料集把资料塞到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 TensorFlow 的模型上面。好，放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去驱动我们的量子电路，好，让我们电子电路下去做这个运作。运作完之后，它每一次观测都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好，都会有结果出来。那个结果呢，它会接上什么东西？接上我们传统 TensorFlow Keras layer 的电势，好，拉到我们全连接层上面做10个分类。那个10个分类呢，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有 X data 跟 Y data 嘛，那 Y data 呢，它看到之后呢，就会回去做什么的事情？做权重的修正。它就回去修正我们这个量子电路上面的这些资料了哈。好，所以呢，如果说你只是单纯去把我的 model summarize 出来的话，你看到的东西就很单纯了，就是说在 PQC 里面呢，基本上它就是16个的量子位元，然后对于我们的 dense 呢，它要分类成10个结果，那模型就都这样子而已。不过它里面比较难的是什么？比较难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决定我们的这个量子电路怎么做比较好怎么样做比较好？这个试过才知道啊，试过才知道。好，所以假设我现在模型设计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当然是要做训练跟评估啦。做训练跟评估。那怎么样下去做训练？训练呢，基本上就是你要去做 compile。compile 是指的是什么？你要去决定你的最佳化函数，以及决定你的这个 loss function。好，然后如果你忘记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回头去看一下我们前面的内容在这里做的事情都跟之前一样。在这里面呢，如果你知道某些最佳化方法，那通常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你所习惯的那个方法，或者说你本身知道哪个方法最好。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可以用我们之前提过的，你可以直接用 ADAN， 用 ADAN 下去做。loss function 呢，如果你不知道有比较好的方法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 NSE， 好，直接使用 NSE。好，总之啦，现在目前画面上看到这些方法，你都可以下去做尝试那目前我们留的是这个留的是使用 ADAN， 然后并且去选择它的学习率是 0.1 0.1 稍微有点大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用比较小，例如说 0.01 或者是 0.001， 好，让它每次学习修改的幅度不要那么大。好，然后呢，它这里使用的是一个交叉商用了一个交叉商有2种有一种交叉商呢它是你的资料不需要去做这个 one hot， 因为我们现在前面资料应该有去做 one hot， 所以变成说你必须要去选择其中有一种它不需要去做 one hot 的或者是它需要做 one hot 的版本。那在这里面如果说你是用交叉商的话，记得你要去设定一下它的 logit， 把它打开预设它是 false。如果你没有去放 logit 的话，它学习的这个效果它是不会起来的。好，当你确定好你的 compile 之后你最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去做 fit。fit 是做什么？就是你要把你的 X data 跟你的 Y data 放进去，你的 X data 已经不是原本的那 X 圈零这要特别去做注意为什么？因为呢，你在量子电路里面放的资料集必须是量子资料集，而不是你 X 圈零的传统资料集。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的 input 用的就是这个 quantum 的圈零。quantum 的圈零，那你的输出呢？因为你的输出基本上它是在后面的这个答案的部分，你直接用原本的 Y 圈零就可以。只是在我们在前面的讲法，那个 Y 圈零到底是原本的资料0.34+9，还是有经过 one hot 的版本这个取决于你前面的这个设计啦直接影响到你这个 compile 到底要怎么样去设定你的 loss function好，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决定说你到底要跑几个 epoch 了好，来，我们实际上进到我们程式码整个看一次。来 ，NIST 资料集取得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直接从我们这个 TensorFlow Keras 的 dataset 的 NIST 里面去 load data。你 load 完的资料，基本上它一定会得到4个结果，就是 X 圈零、Y 圈零、X test 跟 Y test 这些东西呢，是我们原本取到资料，总共有6万笔，测试资料总共有1万笔。好，然后因为我们资料非常大所以呢，为了要能在16个这个量子位里面下去做使用的话，我们做最简单的方式TensorFlow的 image 去做 resize， 我们把2828784降成4416，降成4416。好，所以我们执行一下。好，所以呢，我们原本2828784呢，经过图像调整变4416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说在4416的这个像素底下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出这是哪个数字如果很熟练的话，第一个数字是5啦第一个数字是5，只是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我们眼睛看不出来它是数字5好，不过这个问题就交给电脑下去做处理啦，因为我们就是为这个资料要求它看得懂它这是数字5。好，所以接下来，因为我们现在资料量还是太大所以我们去做一下资料挑选。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选择数字4跟数字9，把这2个资料抽出来因为
在做资料的分类里面呢，至少两个以上才叫做分类啦。如果只有一个就不是资料分类了。我们原本预设是10个分类，0、2、3、4、5、6、7、8、9。现在呢，0、2、3、4、5、6、7、8、9，资料总共有几笔？总共有6万笔，6万笔负担稍微有点重了。我们就先抽2个出来做2分类2分类，2分类，分类4跟分类9。好，这个资料呢，我们抽出来之后了，然后不要忘记资料去做压缩之后呢。它可能会有在数字式里面有很多长得相同一样的东西，因为每个手写数字式的方式差不多啊。从784的这个资料压缩成16个特征资料的时候，它的资料特征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会重复，所以拿掉。好，重复的东西呢交给 Epoch 下去做处理，不要自己在里面去添加额外的资料，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这些资料压缩完之后呢，应该会有很多重复的资料出现在4跟9里面啊，就同样的那一维资料，同样的那个特征。它被标签在10，再标签在9，这个时候如果说让类神经网络下去做学习，它就开始困惑了。一下跟他说这个答案是4，一下跟他说这个答案是9，那当时到底是4还是9这对他来讲说非常伤脑筋啊。所以相同的资料在不同的标签，一定要下去做去除。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去除重复的资料，跟将每个图像的一维资料转换成一维下去做比较。所以最后呢，我们要把资料全部把它筛选出来。然后呢，筛选出来的资料呢，先执行看看它资料还是有点大啦。原本的资料抽出来之后呢，还有1万多笔去除重复资料呢，重复资料其实还没有我们原本想象多啦不过还是资料还有1万多笔。所以呢，就变成说，我们设定了一个 limit 设定了一个上限就是我们资料呢就取前面的5000笔下去做训练，我们希望它训练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其实不是说训练速度快一点的是，我们希望它早点训练完，我们早点知道结果啦。如果你发现它确实有一些成效的话，你可以把资料再把它加大下去做演练好，来，资料准备好了，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开始设计你的电路设计你的电路啦，在我们讲义里面提供2个方法那我们在这里面就展现先看第一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好16个量子位元然后建立量子电路。然后呢，标示所有的量子的这个符号，就是它基本上的这个标签，然后把它标示上去这边的标签是量子上面的符号的标签，不是指我们 Y data 上面的那个 label， 不是那个标签。好，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资料印出来看一下跟我们原本想的是不是一样我们资料应该从 Q0 到 Q15总共16个然后呢，在每一个上面呢去加上 RY， 在我们的电路上面把 RY 把我们的这个符号以及我们的量子加上去，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总共会有16个。每一个电路它上面有 RY， 然后把那个量子的符号标上去 R0、Q0、Q1、Q2、Q3 一直到 Q15。好，这些都完成了，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这个是我们比较新的版本这个我就先不执行了，我现在打算用这个比较简单的版本那这一个版本呢，它基本上就是它同时使用，我们刚刚是旋转什么东西？我们刚刚只旋转 Y， 我们只使用 RY在我们这个比较新的版本呢，我们除了这个 RY 之外呢，我们也搭配 RAX 一起下去做运用一起做运用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这个试了才知道这个我们先不用我们先把它留着。当我们电路准备好了，接下来重点是什么？你要把你的原本的 X 圈领的资料转换成 Q 圈领就是我们的量子的版本量子版本的这个训练集。好，所以这里的做法呢，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转所以我们用什么？用 TFQ， 然后呢把它转换成 tensor， 我透过它把它转换成 tensor， 所以呢，它就把这个电路提供给它，然后呢，它就把我们的 X 圈领转换成我们的 Q 圈领，好，让它转一下，现在速度比较快不是说这个电脑效能好了，是因为我们资料原本6万笔不要忘记我原本训练集6万笔，最好是6万笔都下去做训练，资料量太大了我们就只抽2个数字抽出来之后呢。然后大概有1万多笔1万多笔里面还是有一些重复的，我们把这个重复的矛盾的全部剔除之后呢，还是有1万多笔我们在这个缩减资料缩到5000笔所以目前你看到的5000笔是这样子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设计什么东西？设计我们的模型了。照我们之前的讲法类神经网络模型的这个设计或者深度模型的设计的话，第一个就是你首先要先准备好资料集，我在前面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你要自己设计模型这个模型呢，它没有标准答案只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搭配 Quantum 的话 ，Quantum 它是有一定的手法啦，它有一定的这个方法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先把 Screenshot 建起来，把我们的 Input 决定好。我们的 Input 呢，不是我们那个 X data 或者是这个 X 圈里的那个 data 的样式已经不是了这个地方是我们要配合什么？因为它接下来要接什么？它要接它的量子电路，所以它必须要配合 Q 圈领的资料。Q 圈领它是什么资料？
它已经是 TF 时区的资料，所以呢 input 一定要特别跟他讲，也要特别跟他讲，它的资料是一个字串的形式。讲字串形式，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data type 不是字串，实际上是什么？它实际上是2进位的资料，只是它用字串下去做表示。好，所以呢 ，input 准备好，资料准备把它丢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要放一个什么 TFQ 列的 PQC。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参数化量子层，把我们的电路放进去，让它去做驱动，同时也把我们的观测放进去，让我们有办法去观测到那个结果。观测的那个结果，它会输出，就是它处理，应该说了，在量子里面运算完、计算完之后，经过观测会怎么样？观测完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些结果。那些结果呢，我们要把它连到我们目前唯一的全连接层。经过这个全连接层之后呢，它就会来到，应该说这些观测资料进到全连接层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让它反复下去做训练。其实它训练还是拉到前面最前面从这个量子前面再进去，然后再去运算，运算完之后再去做观测，观测出来再看它的结果，那个结果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如果没有的话，再继续往前走好，来，所以我先把这个模型建构起来。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在 PQC 这里呢，总共是16个量子位元。好，然后最后呢，在电子呢，我电子成10个结果，因为我分类是4个结果这里其实有一些小问题啦。其实我们这里电子应该把它设定成2，不应该设定成10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是2分类我们现在是2分类。不过我们还是照这个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把它当做10个分类，只是说它现在只能分类成我们所指定的那2个结果其他都不算数其他它落在其他位置上面基本上就算它判定错误了啦。好，这个地方如果要符合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应该把它设定成2啦。这个就交给大家下去做这个演练了好，来，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选哪一种方式下去做compile？每一种你知道的每一种你都可以下去做测试总之呢，就是你的最佳化函数你知道的都可以下去试，你的 loss function 你知道的你也都可以下去试。然后这边呢，我所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之前都有跟大家演练过的。好，compile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下去做 fit 了我先回头看一下印象中我们现在目前的资料是没有去做处理的对，我们资料没有去做2个处理第一个，我们没有去做0到25，把正规化0到1之间，这一次是我们没有做。我们之前讲说，我们习惯上其实要做了。好，第二件事情是我资料没有去做one hot，我们要去做one hot，所以如果没有去做one hot的话，基本上你就要采用这种方式。好，采用这个方式。好，总之呢，像已经compile完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要去做 fit 了那到 fit 的时候呢，这里要放的是什么？不是 x data， 虽然我们前面都很习惯讲说 x data 后面放 y data， 我们把 input 的问题放进去，把答案放进去它就可以开始做训练不要忘记你的资料现在是什么资料回头看一下，你现在的资料呢是那个一个字串，这个字串呢基本上它是原始是2进位资料，这资料呢来自于是要提供给量子电路所使用的训练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用的就是 Q training， 而不是 X training。好，总之先让它跑好。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基本上我们让它跑几次 ？epoch 50次，也就是说5000笔的资料会进行50次做50次，就是说它考古题每次考5000题因为我们现在资料原本是6万笔现在压成5000笔这5000笔呢总共跑几次？跑50次那它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目前的 loss 值是 0.7， 我们要看它有没有稳定的下降然后准确度呢？那准确度看起来不是很妙它现在大概就只有准确度只有一半其实这里的一半应该是它落在0、1、2、3、4、5、6、7、8、9，因为我们选4跟9它刚好落在4跟落在9的这个成功率大概只有 0.5， 就是 50% 左右啦，50% 左右。那总之呢，你就看它的训练到最后呢，它能不能有效的提升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从 CNN 走到 QCNN 怎么从 CNN 走到 QCNN， 剩下的任务就交给大家练习做哪些事情。第一个，怎么样去改善，怎么样去改良你的量子电路？我们现在目前至少提供2个方法，可以让大家去做参考。第二个是，如果你觉得你的量子电路它已经是稳定的，它已经是正确的，它已经是好用的，那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去调整你compile上面的最佳化的这个函数，以及它的损失函数怎么样去做选择？因为呢，在这个地方照我们前面的讲法它虽然它没有标准答案，可是呢，因为你经过多次的磨练，通常你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方法，或者你觉得某一个方法它比较突出，它比较好用，它比较适合，这个时候你就用你所认知到的那个方法下去做训练。当然了，像我们在做研究的，通常都是每一种方法我们都会试看看，都试看看。这个
其中可能会有一种方法，它效果特别好。好，所以最后模型训练完之后呢，基本上那个模型它就是可以用的。最后它应该要怎么下去做使用？通常呢，我先把它的该存起来的模型权重全部存起来，然后下次要使用的时候也是这样，把你的资料要先做维度的缩减，维度缩减完之后呢，然后再去做这个资料的转换，从原本普通资料转换成量的资料，再送到你现在目前模型上面啊，那吐出来的那个结果基本上呢应该要跟你的预期的一样。像我们现在目前简报上面看到的，大概就是 0.2、0.54、0.53，就是它准确率其实只有一半。这个一半呢，有可能是源自于我现在目前的分类上面还是要求它分成4类，可是我现在资料只有2类，只有2类。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试看看，如果资料真的只有2类的话啦，我们在分类上面是不是也是把它分成2类，分成2类，看它准确度是不是会明显的提升哦。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啊。